朗就在这3座岛屿当中，不只是布满火炮，最近的状况，他们连导弹都放上去了，就可以打你的船舰，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打了，更不要说你的2栖突袭舰。美军的强大的能力硬要拿，当然拿得下来，但是要付出多少代价？现在包括伊朗有没有坐在那边给你攻下来？他们甚至说不定你的船舰靠近之前，这5000名的美军他就炸你了。美国从日本跟韩国亚洲地区抽调了5000名的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的兵力，而且都有2栖作战能力。在我们观察，不只是这3座岛屿荷姆斯海峡，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整个接下来所谓美国地面部队要真正的介入，要踏入伊朗土地的这个最前哨的指标。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这个集束飞弹是轰炸了特拉维夫，来自于伊朗的集束飞弹。杜拜机场现在正式的关闭了它的领空，还有数百人紧急的撤离在机场。我们要看到的是波湾现在火烧连天，另一方面，今天也会特别来关注到的是美军派的5000名的精锐部队要直抢荷姆兹岛吗？能源咽喉是否变战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争现在升温到整个波湾地区，现在也沦为战场了。最新情势，我们来赶快关心，是在这个伊朗的火力全开之下，飞弹无人机现在直接延烧到了波斯湾海湾国家的核心，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了之后，火烧非常的旺，气田因此停摆之外，领空也关闭了。现在根据了解，所有的航空全面都已经停飞，而且数百人紧急撤离了当地。这是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画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最新统计，是来自于阿联的国防部，他说已经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298枚弹道飞弹，包括这当中还有15枚的巡弋飞弹，1600多架的无人机，一共是造成了6死142伤的惨剧。以色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总共是发射了300枚的弹道飞弹，而当中被发现有一半是搭载今天我们会特别来深入聊的这一种集束炸弹的弹头，直轰的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来自于美联社特别就这种集束炸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这种炸弹的弹头里面通常是装有数小颗的这种小型炸弹的，会在高空中直接分裂，一次就会释放成多枚的子炸弹，而每一枚的子炸弹又有达到数公斤的炸弹，涵盖范围达到10公里，等于是你一炸下去，整片区域就是无差别的一起做轰炸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这边的最新的军情。意大利军方也说了，现在位在科威特驻有意大利跟美国的2国空军基地，最新传出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这一款集束飞弹，现在直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代表铁穹也开始吃力了吗？那么集束飞弹的战力跟接下来对于战情整体的影响，干哥怎么评估？好，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集束炸弹。集束炸弹就是子母弹啊。那个用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观众朋友可能一听到万箭弹，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所谓子母弹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有个母弹，但它身上会有很多的小炸弹，通常用于什么？攻击机场或者重要设施。因为它如果一旦这个飞弹它脱离之后，它砸下来的时候，它就有数百颗小弹，你看起来像钢珠，但实际上的杀伤力强多了。它就攻击机场跑道啊，攻击机场跑道之后，你飞机就不能起飞了。这是一般我们认知的集束弹。但是呢，也有专门用在哪里？就是用在人员杀伤这样子的集束炸弹。这种集束炸弹呢，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吗？在1939年的时候，德芬战争啊，就是俄罗斯跟芬兰的苏芬战争里面就已经看到了，它那个炸弹叫做什么？叫做莫洛托夫面包篮，因为它那个炸弹大的跟一个面包篮一样啊，要很大的飞机才能够载它。但是当它释放出来那个小炸弹的时候，可以把整片村庄都给摧毁。所以说，其实它的杀伤力很大，但是它的穿透力不强。
那主要是在用于说，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的敌军，那我们今天是要这个消灭这批敌军的时候，而不是要摧毁防御工事的时候，我们就用集束炸弹来攻击它。那伊朗现在它使用了集束炸弹来攻击特拉维夫，那特拉维夫就像这种炸弹对于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它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为什么？因为如果人员市民他是在这个建筑物内的话，那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可是如果说你是走在马路上面的话，他这个被攻击到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像这样的集束炸弹，在国际的公约里面是不准被使用的。那在奥斯陆，也就是挪威的奥斯陆，在2008年召集全球180个国家大家共同商议，就是说，基于人道主义，我们现在不能再用集束炸弹，也就是子母弹的攻击。可是你知道没有签约的是哪些国家吗？中国、美国、英国，还有俄罗斯，还有台湾。为什么？台湾说不行，如果解放军打过来的话，我们一定要用集束弹，因为我们是在海峡用的，不会伤及无辜跟平民。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美国当然不可能不用，因为为什么？这玩意儿是他几乎是他发明的，所以他在那个越战的时候，他不知道用集束弹杀了多少越南的无辜百姓。到了以色列手上，那真的他在那个黎巴嫩用的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哈马斯啊，我干脆投集束炸弹，全都给杀了。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医院也会中了集束弹，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集束炸弹在人道主义上面的话是就是没有办法被接受。可是他现在如果说伊朗用了这样的炸弹的话，那坦白讲一句，也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不是对着军队而来，是对着平民而来的。我认为在这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国际争议的。对。不过以色列用了，那我伊朗怎么可以不能用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是对敌人能够造成伤害的时候，我都可以用任何的武器，只要能够达到效果。美国在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准备对付苏联军队，用于他们第一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叫做诚实约翰飞弹。你知道那个弹头里面装的子炸弹，也就是小炸弹，里面不是弹头，装的是什么？你知道？装的是沙林毒气。也就是说，一旦苏军越过易北河的时候，我就丢出集束炸弹，用沙林毒气，用毒气来杀死这些入侵的苏联部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底下会采取更多极端手段，这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如果说以色列在跟美国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再不赶快结束的话，你会逼到狗急跳墙，让伊朗发射更多像这样子的集束炸弹的话，那死亡的是平民，而不是真正发动战争的那些原罪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人道主义，美国还是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好，现在伊朗目前是频频的用这种集束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让他的铁穹已经几乎是守不住了。那这一波攻击除了往以色列之外，包括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战火已经外溢到了这个波湾国家，包括了杜拜机场旁边的这些油槽也受到了波及。现在等于中东战争是区域全面开打，美国也保护不了这些波湾国家的安全的意思吗？委员怎么看？对，这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外界都一直评估说，伊朗因为指挥体系被歼灭，所以呢，现在陷入了这个各自为战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持续的发展，你就会发现，伊朗准备了这场战争，准备了30年了。就他所有的剧本，在这30年间，经过了反复的沙盘推演，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兵推，然后这个剧本在此时此刻终于端上台面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他可以很巧妙的用去中心化的指挥系统，让他的这个部队按照剧本来进行攻击哦。那么尽管没有中央的指挥体系，每一个部队仍然可以按照当时所做的剧本来进行这个战争的部署。那么很明显的哦，就以这个伊朗在这场战争里头，他有2个重要的目标来针对美国。第一个，他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彻底的把美国的势力推出中东。波斯湾就是美国从此的势力要离开波斯湾。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说，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灭国之战哦，他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他要求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相当要有对等的。所以呢，
他现在在做的打击中东美军的基地所做的不就是这个吗？他就是告诉所有中东的国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美军的基地对你们来说就是安全保证，有美军的基地反而对你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因为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你就被打了哦。那么这场战争之后呢，你仔细看一下，美国自己在中东的基地，他自己都守不住嘞。像他在苏丹的那个王子空军基地，他整个防空体系就已经被摧毁了，美国连自己的空军人马都撤走了，就是因为那个基地没有办法了，没有防空体系了。所以呢，对美军来讲，这场战争不管打多久，一旦结束之后，美国马上要面临的是：第一，他要重建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第二，他马上要面对的是中东这些国家还要不要让他把军事基地放在那里。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伊朗是有节奏、有目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且第二件事情你看到伊朗现在封锁荷姆兹海峡其实伊朗并没有布雷它只是选择性的封锁。它选择性封锁是什么呢？它在切断美国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因为它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要想了，我在这个时候要跟美国这个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要保住我自己的船舰，我运输不管是化学肥料或者是这个石油的船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要跟美国保持距离了。所以其实不难看得出来就今天他不管是面对这个中东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针对中东的这个美国大使馆或者相关的一些设施来进行打击，他现在在做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你打我银行，我就打你银行了；你炸我军事基地，我就炸你军事基地大家有来有往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节奏的，它不是乱打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一开始是乱打一通，但事实上当打到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有一套剧本了。不管是打击美军的这个中东的这些相关的设施，或者是选择性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把美国势力推出这个波斯湾。他要做的就是要把美国跟盟邦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嘛。好，对，没错，伊朗要把美国的势力完全的推出去。那其中一个方法，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荷姆兹海峡现在是关键了，因为呢，其实美国也想要掌握荷姆兹海峡，所以最新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长的动作，已经派出了5000名的海军陆战队2栖部队去夺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3座关键岛屿，说是为了夺岛。那伊朗看到了这些动作，也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革命卫队在包括了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阿布穆沙岛部署了新型导弹，呛瞎说我会直接把周边所有基地、船只、资产都是伊朗的打击目标，等于是美伊正面迎战了吗？上次哥怎么看？好，现在其实从2月28号我生日那一天开始，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礼拜，27天。那特别是大家令人惊讶的这个伊朗本身的这个反击能力，已经超过了50几波的这个攻击。所以伊朗，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导弹包括它火炮打不完，而且联动周边的这些包括胡塞、包括真主党一起在进行。所以大家其实在关切的是美国方面的接下来的军事阶段的转变是什么呢？其实全世界就在看现在会不会所谓它的 ground troop 会打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那么地面作战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非常慎重的。全世界现在所有媒体都在深度的讨论美国川普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但在此之前，大家所要看的这个新的指标，就是现在提到的美国从日本跟韩国亚洲地区抽调了5000名的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的兵力，而且都有2栖作战能力。那2栖作战能力，其实在我们观察，其实不只是这3座岛屿荷姆兹海峡，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整个接下来所谓美国地面部队要真正的介入，要踏入伊朗土地的这个最前哨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真的美国决定像现在，但是美国现在无论是他们方面，包括川普放话这些东西，都有时候很虚无，你也搞不到真正会做。而且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也不是美国军力在主导这件事情，甚至我们看美军基本上还是回避去直接介入荷姆兹海峡，这使得川普这一阵子都要求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起大家来解决荷姆兹海峡能源问题。所以现在美军到底会不会这么做？还是放话本身，像现在有两艘2栖突击舰载着这个5000多名从亚洲过来的部分，你的川普，你觉得伊朗没有在瞄准这2部舰队吗？
这两部舰队即将要攻这所谓3个小岛，现在是这种战略上的思路，没有错。荷姆斯海峡我们都知道33公里宽，但它实际有很多暗礁，能走的水域大概就2-3公里，大家集中在这里走。也就是你现在如果要2栖突击舰，你要攻这3座岛屿，你也要在进入这个窄小的轨道，虽然没有错啦，你可以先想打火炮，但同样的，伊朗就是在这3座岛屿当中，不只是布满火炮。最近的火炮布很久了，最近的状况，他们连导弹都放上去了，就可以打你的船舰，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打了，更不要说你的2栖突击舰。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对峙放话来讲，我们听到的部分还是要谨慎判断。也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对于川普、对于美伊战争来说，现在是掐住全世界喉咙，让美国跟川普更能声望跌落的，包括物价、通膨上涨，非常非常大的关键。但是这个突围本身没有错，美军的强大的能力硬要拿，当然拿得下来，哇！但是要付出多少代价呢？现在包括伊朗也不坐在那边给你攻下来，他们甚至说不定你的船舰靠近之前，这5000名的美军他就炸你了。所以现在这个状况的对峙，但荷姆斯海峡的接下来状况是观察美军会不会真正的川普下定决心，地面部队要攻击伊朗本土的一个指标性的观察点。现在仍然是战事一触即发吗？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以色列除了密谈川普之外，在美国方面，现在双航母接下来就会集结了，中东火药味逼近临界点。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就是纳坦雅胡跟川普了，他们秘密的2个人私底下谈了3个小时。这当中，纳坦雅胡要求川普对伊朗的态度要更强硬，川普则是警告说，现在的局势其实非常严重。如果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破局的话，我们接下来要来特别关注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不会自己去打伊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川普说的，除了林肯号之外，接下来布希号也会一起移向中东，双航母会在中东会师，那么携带60到75架的战机，空中战力预估会翻倍，攻击规模有多惊人，战力如何？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评估。最后今天也会一起来关心到，是川普在这当中秘密提供了6000台的新链给伊朗，说给的就是当地内部的意见人士，背后是要延续美国进攻伊朗的正当性，还是补救在1月份对于整个伊朗情势没有提供及时的援助的失误来做补救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刚刚讲的川普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次会面的地点，其实就是在白宫，时间是在2月11号。在这一天，他们密谈的时间高达了3个小时，而且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观察到了他们这次的见面其实异常的低调包括了说在媒体要做拍摄的时候，被发现纳坦雅胡甚至在密会结束之后是走侧门的，避开媒体，默默的离开。会中根据了解这个以色列方面要求这个美国对伊朗要更强硬，但是川普并没有答应纳坦雅胡。川普只说他希望跟伊朗达成反核协议，他也说了，美国必须跟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接下来局势会变得非常的严重。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了，这一场美国跟这个纳坦雅胡密谈了3个小时，难道是在谈美伊的核谈判破局之后要进攻伊朗的计划吗？会不会接下来纳坦雅胡他要强出头来打伊朗？美国根本拦不住他，会是这样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美伊第一轮的会谈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谈判内容大概美国要求伊朗的不外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叫伊朗来讲的话，他要取消他的核武的这种设施跟研发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他限制他这个导弹的数量。第三个就是伊朗不可以再对他周边的这些小弟就是胡塞啦、哈马斯啦、黎巴嫩真主党提供这个继续提供这些武装资源。那我们就3点来看的话，第一点，浓缩铀的部分，我觉得伊朗有答应伊朗来讲说，我可以降低我的浓缩铀，他没有说取消核计划。核计划包括到这个核能发电都算核计划嘛？那只是说我的核子不会去发展核子武器，这个浓缩铀不会去发展武器，所以他说他可以降低浓缩铀。
浓缩铀我们大概推估伊朗现在浓缩铀的浓度大概60%，当然有些说法是到90%了，就是差一步之遥就可以达到这个核子武器的这种等级啊。它降低来讲的话，当然如果降到10%这些那就是纯粹只是做核能发电来使用。可是相对的，伊朗要求美国说我降低我的浓缩铀的比例，那你美国必须要取消对我的这种经济上面的制裁，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双方在这方面有取得共识。那第二点来讲的话，第二点就是要对伊朗限制它的核导弹。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伊朗不太容易可以达成协议的，伊朗也不太容易答应，因为伊朗现在自保的武器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战略导弹跟它的无人机它号称它的导弹射程可以到2000公里，然后数量有到2-3千枚那么多，甚至于它也展示了它5座的地下的这种导弹库，也展示给媒体去拍摄跟参观，还有无人机。那这些是它可以攻击以色列或者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基地的设施可以对他们实施攻击，所以我认为这些导弹对伊朗来讲是保命的东西，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就答应，甚至我认为要答应的可能性是不高那第三个，对于周边的组织伊朗取消对他们的支持，我觉得伊朗现在以他现在经济状况，可能不太容易对周边这些在提供经济上或者是武装上的支持是不太可能的，尤其像叙利亚已经倒台了嘛，这个那另外来讲的话，黎巴嫩真主党大概也被打残了，哈马斯在这边也奄奄一息，其实因为距离太远，功能也不大。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以色列来讲的话，现在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除了说是核武之外，核武平常讲。这个伊朗现在还没有做出来，但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对它生存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的导弹因为从去年的6月份战争，我们就看出来，以色列到后来来讲的话，它的拦截导弹库存量已经很明显的降低，它的拦截率也慢慢减低到50%以下所以伊朗如果说现在保有这些这个战略导弹，对以色列这种国土战略纵深狭小，然后土地面积不足的国家来讲的话，对它生存确实是很大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关键在这一点。那现在纳坦雅胡很明显的，他要拖着美国下水，借着美国的这种布希跟林肯号2艘的航母战斗群，具有庞大的攻击力，包括除了战机之外，也有这个在约旦的这个 F-15E 战机，还有各型的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来对伊朗发动所谓攻击，一举摧毁掉它的这种导弹设施跟核能设施，然后采取它抢手段。目的在保有以色列自己后续的生存能力。可是我们现在在看就美国川普立场来讲的话，他可能不太愿意开启这场战争，因为他如果说没有把握一次发动攻击，全部将你这些核导弹、将你这些这个导弹设施全部一次摧毁掉的话，那他极可能面临残存的导弹继续可以对你美国这个所谓基地攻击。我想这是美国自己所不愿意承受的。那他目前我不认为他也有这个把握可以一次将伊朗的所有导弹设施一举全部歼灭掉。所以我觉得这次以色列来讲，纳坦雅胡很明显的想要说服川普，可是我觉得川普来讲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服。虽然说我们看到有2艘航母战斗群可能驶向波斯湾地区，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的作用是在想要借着武力来威慑伊朗能够答应。可是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伊朗这个要他在导弹方面，浓缩铀他可以答应了，已经答应了。可是，在导弹方面要他缩减财政数量，我觉得这点伊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听美国的。那美国要攻击，他也一定会投鼠忌器。所以我现在觉得关键问题卡在这个地方。那看后续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想要把美国一起拖下水。那美国方面现在就要等川普会不会点头。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结果就是军事武器是全部先把它一系列的都拿出来。那刚刚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嘛，2艘航母，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了解一下细节。目前伊朗外海的话是林肯号的战斗群已经就位，那
那《华尔街日报》说的，五角大厦正在派的是布希号打击群会到中东。根据媒体这边的说法，大约是1到2周就可以到达中东了。那么现在除了航母之外，战机的部分也持续来做关心。布希号会搭载60到75架的军机，这当中也包括了有 FA-18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战机，还有高级鹰眼空中预警机跟海鹰直升机等等。将军刚刚也特别提到的 F-15战机、F-15E 战机也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如果林肯号再加上布希号一起做汇合的话，对于美国中东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军事规模上来说，可以发动什么样子的战争？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一次等到这个新的就是布希号航母就位，我认为美国就会动手。最主要是谁呢？纳坦雅胡，因为纳坦雅胡是主战。现在呢，川普他做了摇摆，但纳坦雅胡已经去了到了白宫跟川普见面，这是川普上任第7次，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元首里面到美国访问最多的就是纳坦雅胡了。那这一次他主战主印，那这样的话，那个川普本来也摇摆的，有所瞻前顾后，有所顾忌。现在经过纳坦雅胡一讲之后，我认为动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也就是中东的情势，我认为会紧张。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整个态势，因为2个航母打击群，不管是0号航母打击群岛也好，还有布希号航母打，这个2个互成战略犄角，2个互成，2个一个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东南方海域阿拉伯海，一个在伊朗的西南方阿拉伯海，你就变成这个伊朗要处处防备，它是有2个方向做进攻，它要换叫伊朗，它面对的4面进攻。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在美国在中东的驻军，在安曼、在卡达、在伊拉克都有驻军，美国的驻军可以从这边这个战机可以出动。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一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国的驻军也好，再加上2艘航母打击群，总共4个方面，伊朗就要应对，伊朗是完全招架不住。这个看得出来。那怎么来打呢？那将来呢，就是由战斧巡弋飞弹先摧毁伊朗2种重要目标，第一个它的关东系统，把它的这个伊朗打瞎，关东系统看就没有雷达了，关东系统。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这个地对舰飞弹呢，会威胁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的军舰以及航空母舰。所以这2个先摧毁，一摧毁之后，现在美国的战机在陆地上的战机或从2艘航空母舰的战机就可以进入了。这个时候打它的一个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目标，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核武的提炼设施，就是我们讲到的浓缩铀的提炼厂，因为在去年2025年6月的 B2 的幽灵轰炸并没有完全摧毁，所以今年才会要实施这个任务。所以那经过这番，我认为那动武的先后次序呢，我认为还是会由美国先动，以色列在紧接着会跟着动。换句话说，这种外科手术室不进行地面作战，从空中的这种外科手术室去作战，我认为这是美国对伊朗这次动武的作战的模式。那只看是什么时候启动。我认为启动最佳的时机就是布希号到位了。那这样的护城战略计划变成背靠背，你要去防备这一个，还是要防备这一个？当你防备这个出动；当你防备这个出动。所以战机还有一个中东地区的美军驻军，它的萨德系统，还有 PAC-3 的爱国者3型的防御系统都陆续就位前推了，空中加油机也进驻了，还从欧洲所调派出来的美国的 F-15也进驻了，那更不要说是 F-35到位。所以我们看美国目前的征兵的状况、前推部署的状况来看的话，美国已经是在箭在弦上。我认为川普受到了纳坦雅胡的这种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的影响是非常的高了。那本来川普的摇摆的政策可能又回到原来要动武的一种强硬的路线了，要不然他不会征兵，应该保持目前的这种状态。但是他是继续征兵，我认为他要预举奏效，而不是做我们讲到的滚动式的
或者逐次的投入。川普的打法是要一次到位。谢谢将军。好，刚刚张将军也特别帮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军战力在双航母上面连结之下，接下来的战力威胁其实是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美军除了这一回出动了双航母跟战机之外，另外我们也来看到，美军现在川普政府正在秘密向伊朗运送6000台的这个星链终端，要在伊朗这个政府压制它的网络之后，把这些星链的终端特别提供给当地的意见人士，让他们可以在网络中断之下可以继续保持连接。为什么美军要这么做？是不是有一些弥补的作用？因为在1月份的抗争中，其实伊朗的内部的异议人士死了非常多的人。我们也来看到一个最新统计，光是1月份伊朗全国抗议中已经有至少7000人被捕，而且是被残酷的镇压。美军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聂老师怎么解读？ OK， 我觉得意见人士、异议人士啊，我觉得多少跟我们讲哈，美国在制造情资的时候呢，去煽动，这绝对有关。就像川普他自己讲的非常清楚，他一直呢，这个不管是语义啊，或者行动上，一直在让这些异议人士呢，能够尽量能反对现在政府，能抗争就抗争。然后呢，也一直说我们的资源就要来到。那么非常清楚的，刚讲 Starlink 这6000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一直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哈。那各位想想，去年6月4号哈，从这加拿大一下跑回了这个美国，然后说要做一个2个礼拜的决定的动作，2天就拿了这个 B2， 就带了 GBU57，不就炸了一个这个深土炸弹，就炸了60公尺，可能没有炸到80公尺，所以没有炸到真正的这个核设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好像这个美国就跟这个委内瑞拉一样，那个元首绑架案一样，很容易就这个好像轻而易举的拿到他要的，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这次不太一样，他双航母也去了，各种 F-35各种战机啊，在这个飞上也已经在连布局布阵了。发觉这次伊朗好像不是他想象着这么好的这个去敌对。那么因为这个如果真的这个直接直战下去呢，美国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讲伊朗是很大的，那它的军事力也不算差。那即便美国当时最强，可能会把你压制，但是它绝对会受伤惨重。那当然科技力也不算差。那么当然美国现在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这个情治单位了。那我犹记得啊，当时在炸这个 GBU57之前，各位可以了解，伊朗有非常多其实是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所谓的研究员。什么研究员？就核弹的研究员，甚至这些将领呢，都被怎么样精准瞄射暗杀了。当然有人说是以色列的莫萨德的这个情治单位，当然美国的情治单位也在里面。所以我的重点就是，美国其实它必须善用这一块。我想一路走来，美国在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只要他要打赢一个仗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用他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可能是用威吓，然后呢围堵，像这次伊朗就是。但他要动下去的时候呢，那他会伤到自己，也会很严重啊，因为对方绝对不是说好像就是一块软石头就帮你砸下去就没了，他一定会反击。所以他现在我刚讲他现在拿着 Starlink， 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些异人士能够收到一些讯息，能够反线的政府。因为这个伊朗也知道美国会这样做，所以之前就把这个异人士的这个所有的网络都封锁了。所以美国必须用这个方式，才能够从后面呢再去支援他们，去推动他们去跟现在的政府呢去敌对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蛮厉害的。当然，你说是不是弥补1月份的这个死伤？但我觉得你也可以说是啦。但是实际上呢，你说能弥补吗？也弥补不了。我重点就是美国它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有办法哈，从内部让它反起来。最重要就是它必须要支持它敌人的敌人，用他敌人的敌人来攻击他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的想法。今天中东情势，我们要来赶快关心到的是，美军现在号称他们绝对是胜券在握了，但是被发现现在防空系统告急之外，库德民兵真的能够对抗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吗？伊朗的部分，他现在也攻击了土耳其，要挑战北约的势力。那么，美国跟以色列联手炸伊朗的飞弹口，能够断绝伊朗的后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特别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真的吗？如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美军是胜券在握吗？现在比较挑战的是他的防空导弹。根据了解，是不是已经告急了？数千名的库德族民兵能够打败
伊斯兰革命卫队吗？这一场战争到底会拖多久呢？再来就是现在呢，整个伊朗已经攻击到土耳其了，北约国家现在都非常的紧张，到底要不要启动自己的安全承诺呢？这个是打脸了川普，他说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战力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那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祭出了各种方法，要炸毁伊朗的飞弹发射口，但是能够彻底阻止伊朗的攻击吗？今天我们都会做详细的一个分析。好，美国总统3月5号这一天特别信心的表示，这一次美伊战争的军事行动进度是超前的，伊朗海军3天内已经损失了24艘的舰艇，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并且他呼吁伊斯兰革命卫队放下武器吧，接受豁免，否则必死无疑。接在川普后面的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博了，他特别提到伊朗的战力正在大幅的衰落当中。他说，伊朗的弹道飞弹攻击减少了90%，无人机的攻击更是减少了83%左右。但是在这些话说完之后，我们也要特别来看到 Politico 这边做的报道。他说呢，事实上，美国正在要求自己的国防部赶快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场战争并不如川普这样说的可以这么快的解决，甚至他们预估这场战争会打到9月份了。另外一个比较打脸的消息是来自于《金融时报》，揭露了一个美军不敢公开的一个机密。特别来看到这个报道，特别提到了防空拦截在美军的部分的弹药库已经到了危险的一个边缘了。特别我们也整理出了几个美军很重要的系统，包括了萨德跟爱国者。来自于香港01的报道。萨德系统总数已经不到了650枚，一次援引就会全部被打光150枚。爱国者飞弹系统同样的，现在也是非常的吃紧的。首尔最新今天新闻的一个消息说，美军正在商谈要调动驻韩的武器了，包括爱国者飞弹到中东地区，这都是最新的消息。另外一头，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库德族的部分，已经移师准备好待命了，在1周到10天之内就会来施行跨境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了。根据川普的说法是美军已经胜券在握了，但是又有另外一个报道说这场战争会是消耗战，拖到9月份甚至更久吗？千名的库德族民兵现在对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是不是不会出动他的地面部队呢？那么这样子的能够打败伊斯兰革命卫队吗？川普会不会让自己陷入在长期的泥淖当中呢？我们请将军带我们分析。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哈，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川普孙子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打仗之前要做好各项的作战准备，那你再开始去开战，这样你才有胜算哈。如果说是你一开始只是想先打这场仗，打完开战之后，你在一边打一边在想说，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什么地方还要再加强。不断的去补哈，这叫败兵。就先战以后，我再想办法去求胜，但这场仗也是注定失败的哈。那我们一人这孙子在兵法里面讲的这句话，不就是美军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情形吗？他一开始这个认为他以海空军的力量就足以威慑让伊朗能够这个屈服，但是没想到开战之后，他发现光靠海空军的力量不够所以说必须要动用地面部队。那开始的时候，他原来川普一开始讲说4天，他想速战速决，他认为他集结的兵力海空军力量已经够了，但是发现打了以后发现不够这个改成4周，现在甚至于说要打到9个月，这就是说一边打一边在做修正。那现在更扯的是要叫这个库德族的民兵从北边那边来攻打伊朗。那我解释一下。库德族，中东地区总共有5大民族只有库德族这个民族是一个很悲情的民族了，因为只有他没有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管看到波斯他自己有这个伊朗国这个甚至于犹太都有以色列，这个阿拉伯民族有阿拉伯这几个国家，那唯一遗憾的就是库德族，他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有领土，有在这边生存，但是他因为不是一个国家，就变成一个游牧民族。那当然被几个国家欺负，尤其是包括土耳其啦或者是叙利亚啦大家都在打他。那美国一直利用库德族来帮他打仗。之前我们讲说这个 ISIS
他就是用库德族去打的。那打完之后，事实上他就弃之不顾了，也没有照顾人家库德族。所以我觉得这次库德族还愿不愿意再帮美军打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用库德族去打这个伊朗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它是什叶派，那库德族他们是逊尼派的，所以他认为说可以借着这个宗教上面的这种矛盾可以挑拨利用库德族来打伊朗，这是美国自己打的如意算盘。但是我们看现在证明几件事情。第一个，川普我想说他会想要动用库德族，证明一件事情，证明就是说你光靠海空军的力量是不足以这个屈服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的，必须之后再怎么样，你都要动用地面部队，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这是第一个证明，这个我们之前所研判的没错。那你川普要打这场仗，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准备地面部队，在这边，那临时去拉了库德族来打。第二个，我们看看伊朗这个国土，这个打仗来讲的话，天地敌我水，这5个因素你要考虑进去，天候地形。那我讲地形好了。地形来讲的话，伊朗之所以数千年以来没有被其他国家没有被其他民族所消灭过，就是因为它的地形非常复杂，它四周环山都是山脉，然后国土纵深非常的深远，你靠地面部队要入侵不是这么容易。我们都知道，从海岸线到这个德黑兰要1000公里长，1000公里你作战纵深要多久啊？那你光开车你要开多久？那你运这个弹药要运多久？如果说你只靠这个库德族民兵的力量来讲的话，它毕竟只是一支游击队，它没有持续的战力你后续来讲，后勤补给、弹药、粮秣等等来讲的话，它如果说就算库德族从北边那边入侵，它打到德黑兰，我觉得它力量是不够的。那第三个，我们看这库德族现在你能够动员的兵力也不过是数千人而已。那数千人大概就是一个团的兵力，一个旅的兵力，不到一个师的兵力。大家要晓得伊朗来讲，它虽然海空军现在长期被美国所制裁，所以它海空军是很弱的，它几乎没有什么海空军所以一开始这个川普讲说，海军已经彻底被打趴了，空军也没什么制空。可是不要忽略了，伊朗来讲的话，它的陆军作战力量还是非常具有实战力，尤其是它的革命卫队这是很有坚强的地面作战部队。所以库德族就算是你动用库德族，那能不能够击败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我觉得这存在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的话，他这场战争他已经是一边打，他一边想办法还要求胜，那已经注定所谓的败兵先战，然后再去求胜。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美军现在战力的部分，在海空上面补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空缺的问题，这是来自于美方自己的媒体自己证实的消息。那兵力的部分呢，现在同样是面临很大的不足尤其现在光靠库德族是相当不足够的。包括了伊朗现在都看在眼里持续的扩大它对于其他国家的攻击，现在呢已经达到了，在这几天达到了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去了，当地的这个应急立刻空军基地发射飞弹，这边注意了，驻有大量的美军。虽然说这个飞弹后来是被拦截下来了，但是北约的国家现在其实都非常的紧张。北约国家现在已经在讨论了，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呢？在内部已经掀起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么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派出他们的这个侦察机在某些已知道的这个伊朗地下飞弹城的上空做盘旋，如果有发现什么任何的活动，会立刻派他们的战机跟武装无人机来针对发射口进行攻击。这个伊朗手上还有哪一些长程的飞弹呢？如果只是打这个发射口，打不到飞弹城的本体，真的能够摧毁伊朗的战力吗？张将军又怎么看？因为这个伊朗算是被动反击。因为都是美国跟以色列先去炸伊朗，伊朗他针对这11个母国家包含土耳其、亚塞拜然，还包括整个中东区11个国家实施飞弹反击，它是反击、自卫反击、被动反击，而且它针对的是美军的基地，它不是说要打土耳其、要打亚塞拜然，不是，是打他的美军的基地。美军在那边，我不打你，你战机起飞，你的飞弹这个来对伊朗实施攻击，那我就他们只能干瞪眼了。当然，这个飞弹或者是无人机过去的，可能有中途被拦截，打掉之后，它刚好掉到土耳其境内了，那可能炸死了这些土耳其的老百姓呢，亚塞拜然老百姓了。那不管还包括约旦、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达、科威特、伊拉克多了，
叙利亚等等太多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要怎么去算？那今天伊朗它只是一个自卫反击嘛，因为它被打了嘛，是这个样。那现在伊朗最多的它飞弹主力是流星3号，流星3号可以打到1300公里。你看看，你这把你一画，你包括以色列啊，包括土耳其都画到了，亚塞拜都画进去了。你看可以画那个半径图，1300公里一画进去，那它又是惯性导航，再加上可能它可以有利用美国那个不是美国的 GPS， 而是中国大陆的北斗。那叫定位又比较精准。那当然，美国或以色列它会发射大量的爱国者3萨德系统，反导系统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反导系统毕竟贵，你每一枚大概400万美金，就是1亿多台币啊，非常的贵啊。那你一次又不是1枚来拦截，你打2枚到3枚啊，来拦截这个弹道飞弹流星3号，那是不是就会变成4倍公办？对美国来说。那伊朗就继续打，伊朗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打了500多枚的地对地的导弹，已经使用了2000多架的无人机，已经用到目前。那它还有没有库存？我认为有，但是在山洞里面啊，美国去炸山洞口？问题这个山洞口好几个山洞口每一个基地都好几个，不是说一个炸完就没有，旁边有南洞口、北洞口，还有备用洞口。是，那你能够通通把它炸完吗？所以防不上，因为伊朗它是盆地。高原还有山脉，它地形的山用地形，它直接挖就可以，它又不是像乌克兰这一眼平川大黑土地带，不是因为伊朗跟北边的阿富汗还有东边的巴基斯坦，他们是地形都是山脉高原，这不一样。那山脉高原，我觉得打进去就是山洞啊，那你怎么炸？美国用碉堡克星，美国用钻地炸弹去炸，但是问题是，你的厚度是有限的啊。我在下面你怎么炸？你只能炸洞口。洞口位轻轻就出来了，里面是好的，你洞口炸烂，但是里面是好的，是这个样。所以真正要毁灭、一网打尽伊朗的无人机跟地对地的飞弹，我认为蛮困难的。同时，美国现在面对3个压力：第一个时间压力，本来说打4天，或者说打2个礼拜，现在说我们可以打4个礼拜啊。那4天变成4个礼拜，你不增加7倍啊？或者说，美国是面对了时间压力，而且知道现在美国的行动线现在已经开始初选了。都有这方面的压力，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时间的压力，美国必须面对。第二个压力，库存压力，它向韩国调拨，没有向日本调拨吗？你敢讲吗？对，没有向台湾调拨，你敢讲吗？那只是有人讲，有人还不敢说。我向你调拨，你还可以还不能咋呼？或者就是美国现在能够，不管是爱国者或者其他的远距遥攻精准武器去用差不多了，那现在要调拨，要不然我也没了。那伊朗还有，就我们伊朗还打我，就我没有拦截不行，那他为什么像欧洲调拨最快那么近？不行，因为像乌克兰战争那边，他现在有战争急需，不可以像欧洲的调拨，那像亚洲吧，对不对？朝鲜半岛现在有没有什么状况啊？对不对？这个黄海、东海有没有任何状况啊？可以，所以美国它现在有库存降低的压力，现在显现了。第三个，国际能源的压力，你这核武是海峡被伊朗这个封锁，大家能源都叫苦连天。这个东西，国际压力或者能源压力会回到美国上面，是他就要面对，越久他的压力会越大，因为大家缺的东西了，股票都往下，都往下修了，这是经济压力，这能源压力，这个是整个国家压力的表现，这会回到川普，会回到美国身上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会随着时间越久，压力会越大，三股压力都会集中到美国身上。好，所以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军事武器库存的压力之外，还有同时来自于国际各方给予美国的压力。那其实，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希望能够介入到伊朗的神权，能够把这个神权教士给灭了。那川普现在积极介入的就是，虽然说哈米尼被斩首了，但是呢，现在传出来说哈米尼的次子会担任接下来的最高领袖。那这一位是穆吉塔巴，川普已经说了，穆吉塔巴如果要接任的话，我是不可以接受的。川普也向这个《纽约时报》透露说，他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当时呢，这个针对委内瑞拉，他想要仿效这个案例，协助委内瑞拉来建立新政府。他说，伊朗也要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当然了，这个专家也特别做了分析，伊朗比委内瑞拉复杂多了，里面要涉及到的包括了有宗教领袖的体系、革命卫队，还有军警等等。川普要介入神权，真的做得到吗？聂老师怎么看？OK， 我觉得川普啊，从某个角度，他应该心中是蛮慌的。表面当然好像很镇定，因为他拿着他美国的霸权，认为他什么都做得到。第一个，在武的方面，刚刚已经讲了。第一个，
他很喜欢用代理人战争，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他也不够智慧，因为刚刚也讲库德族人数有限，力量不一定够，但是这是他的一招打法，因为美国必须要用代理人，他才有办法稳住他自己的后盾力量。第二个呢，刚刚武器的短板也非常明显，他为什么到韩国去调？他自己实力不够吗？他不是很厉害吗？一下就可以几秒钟或几天就可以把对方这个折服，不是这样吗？你发现他武器短板到达什么地步？到达他一下子650颗萨德飞弹，一下子用掉150，他不知道未来如果还有别的国家要跟他敌对，他怎么去敌对？当然，我讲一个他最大的敌手，他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文的部分，你知道吗？他原来这个信誓旦旦的认为说啊，我哈米尼，我把他这个解决掉之后呢，很快我可以搜索追踪他所有的接班领导人，也可以把他马上干掉。结果呢，他也很高兴的说，你看这些接班全部都被我们解决了。结果没有想到，其实啊，伊朗真的跟委内瑞拉是完全不一样，他完全忽略，也就是智慧真的是不够，只是聪明有余啊。达到了什么地步？就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是这样子哈。第一个，在它的这个在革命卫队这个真正的神权体制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每一个忠心于中心的这个神权的人都是非常忠心的。当你打掉了部分人，其实每一个都有可能去接班，而且他们会同仇敌忾。这个同仇敌忾还不止如此。如果川普呢不接受他的儿子啊，刚刚讲这个所谓的穆吉塔巴，这是他的次子嘛，当然这个长子还有他的一些女儿也同时遭殃。但重点是，他来接手，他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一样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对美国这个非常痛恨的心。但重点来了，他即便想要去找过去反对这个神权制度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接班人，但重点来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复杂性是这样的，即便是反对这个神权制度的这些人，他们也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因为啊。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其实大家要了解它的历史，在西元前550年到西元前330年，它叫波斯大帝国啊。这个帝国跨欧亚非大地啊，就居鲁士把这个国家弄得多强。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是有历史背景的。波斯这个帝国呢，让他们非常民族自信。其实这些反对是因为伊朗它的整个宗教的文化，让他们非常的压抑，也就比较保守。这些比较亲西方势力、想要西方化的人，是希望他们的生活好、经济好。比较有自由派，他们反的是神权制度，但是不是反神权，因为神权主义是夹杂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民族主义。即便是反对的人，他也不会完全支持说，你今天来帮我推翻我的爸爸，叫我爸爸下台，我要接掌爸爸的事业。结果你不要把我爸爸杀掉了。现在美国是把他爸爸都杀掉，现在连下面反对党的很多都改变了，说美国竟然来打我们、杀我们自己的人，他们也跟着现在神权这个制度派的人一起，即便他不赞成最原始的这些人，但是他也反对了美国。所以你会发觉，川普他现在要找接班人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他慌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是他那个同个体系下来，他自己是哈米的儿子来接班嘛，对，他一定会非常的用更极端。这个抵抗抵抗这个美国，当然他可能不会直接打美国，在美国在中东所有的这个军事组织也好，或者说军事势力也好，或者所有的美国势力在那里可能发生的都会做同样的一些反击。现在重点来了，美国很奇怪，美国现在发现他打下去打这个不是他想象的，我讲川普不是想象中几天就能够收割了整个伊朗的所有，发现他好像。要慢慢调整的，要多了几周，甚至还多了几个月。我觉得这个以伊朗的神权主义加上民主主义的结合，他们的同仇敌忾，未来的这种民族性，美国可能会跌破了眼睛。